今天我们要来回答网友的问题。膝盖内侧痛呢？膝盖内侧痛的原因非常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开始会先做膝盖外侧的原因。膝盖内侧痛光是肌肉就有耳足肌腱3条，然后瓣膜肌、腓肠肌的内侧头，内侧的副韧带、半月板、膝盖内侧皱波、髌骨下脂肪垫，甚至是腰部的问题也会传导到膝盖。那每个对应的放松和运动也不一样，所以建议如果你真的是膝盖内侧疼痛的话，要去复健科或者是物理治疗所找到疼痛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再来做治疗。请问这种运动治疗一般需要持续多久？每天都做直到自觉改善吗？主要还是要看疼痛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今天酸痛的原因是只要工作就会酸痛，像是每天都要久坐久站、搬东西仰头等等，但只要不工作了就不会痛，那你就要让那些肌肉的肌力还有肌耐力练到大于你平时的工作量，还有要勤劳的做放松运动，因为一天工作下来，肌肉会因为使用过量产生一些小发炎，这时候我们是没有感觉的，但最好是可以透过滚筒、拉筋、按摩球放松，先把这些发炎代谢掉，之后隔天在工作的时候就不会一直累积，变成慢性的疼痛。如果是因为上面的这种原因造成的酸痛，你的放松和训练就要随着你有在工作，放松训练就要一直持续，不会说只有1-2天训练完或放松完，问题就完全消失。但如果今天你疼痛的原因是特别在做某些动作的时候才会产生疼痛，那就要找是哪个关节或哪条肌肉、哪个神经连接出现问题，或者是结构出现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要积极治疗，找到问题的点，针对代偿的地方放松，解除筋膜粘连；偷懒的地方就加强训练，把整体的出力模式调整回原厂设定，问题就不会一直反复发生，就不用一直在做运动治疗。主要先定义你的酸痛是哪种类型产生的酸痛，才能知道说你的运动治疗大概要持续多久。请问背很直要怎么办？每次稍微跳个2下，腰椎就会痛，不太能出力。我之前就有说过，腰椎、胸椎、颈椎都有一定的弧度，去缓冲掉我们由下而上或者是由上而下的冲击力。那不管是哪个地方过直，对脊椎本身的椎间盘或者是韧带、软组织等等的都会造成问题。所以要训练之前，建议先去让整体脊椎的活动度变高之后，再去做训练。其实不只是脊椎，每个部位其实都一样，都要解除局部的发炎或者是关节走位很严重的，尽量都要先矫正完后再练会比较好。请问有什么视频讲 XO 型腿吗？就是来自大陆的观众。XO 型腿的问题很多人都在问，其实脚的形状跟髋关节天生的角度，还有脚踝天生的角度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今天矫正的时候，要先去评估膝盖上下的关节，像是大腿骨还有脚踝，它们天生是长什么样子，那大概会让它们的脚型呈现什么样子的脚型变化。其实正常来说，对于下半身最好的状态是每个关节都要可以有灵活的转动，像是大腿骨或者是小腿骨，在我们做动作的时候，不会一直卡在内转或者是外转的位置，大小腿都可以跟着动作做出相对应的转动。那休息的时候，最好都可以在他们最舒适的正中位。但是这个正中位，它的脚型会是我们看到最直的脚型吗？其实不一定有可能它的脚型内转一点，或者是外转一点，会是它最舒适的摆位。这个时候就不用去追求最直的脚，而是你的脚其实是要有灵活度的，是最好的。有网友在问，在做核心矢状面训练的时候，骨盆那边会有咔啦咔啦的声音，要怎么办？有人在做运动的时候会有咔啦咔啦的声音，其实有3种状况。第一就是热身不够，关节间的动作还不够顺畅。如果是这样的状况的话，同样的动作多做几次，咔啦咔啦的声音就会消失了，这个就比较不需要去担心，下次就是多做一点热身就可以了。那第2个状况就是不管怎么样做，如果你的声音一直都在，就代表说你的关节不是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转动，旁边的软组织该出力的不出力，不该出力的出太大力了，把骨头的位置拉歪了。或者是某一条肌肉它的张力太强了，在做动作的时候都会一直摩擦到骨头，发出声音。那第3个状况就是我今天明明就是在做脚的动作，为什么我的腰会有声音？这个就是因为腰它不稳定。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都是一个关节联动着另外一个关节在做转动的。那如果在做脚的动作会有腰的声音，就代表中轴的稳定度是很差的。那这个时候就是要回来先训练核心，再去做动作，就会好很多。如果大脑想要左边的翘脚，就刻意和它作对，弄成右边的翘脚，这样会翘回来吗？这个问题也很多人在问，那答案是不会。
因为你没有办法做到就是翘左脚的时间跟翘右脚的时间是完全一样的。不放松紧绷的筋膜直接运动，效果会不会比较差？这要看你放松的程度。如果你今天是很深沉、时间很长的放松，那尽量不要在运动前做，因为在力量的传递上面可能会有问题。但如果你今天是做简单的滚筒放松，时间也没有拉得很长，其实是适合在运动前做的，因为在运动前解除筋膜粘连，可以让运动的时候筋膜和肌肉的滑动更加的顺畅，也可以让有局部粘连的肌筋膜在运动前重新充满血液和水分，对于运动表现的提升是有帮助的。在做后侧呼吸扩张训练的时候，会感觉前侧肋骨紧绷，两侧肋骨有挤压的感觉是正常的吗？其实，在做后侧的扩张呼吸训练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前侧的肋骨紧绷，这对于呼吸受限或者是长期久坐的人是蛮常见的。那这个时候啊，就不要硬做，也不要往前挤压肋骨，挤压得太大力。建议可以做一些扩胸的暖身运动之后，再做呼吸训练。那往前延伸吸气的时候，不要太大力，有微微紧绷的感觉就要收力了。我女友有超级脊椎侧弯，常常吸不到气的感觉与急促，这样训练有没有用呢？有用，但只做影片上的基础呼吸训练，效果是非常有限的。脊椎侧弯的矫正有很多个动作，除了呼吸训练之外，都还要配合就是摆位的动作。所以如果真的有严重的脊椎侧弯，建议一定要先给专业人员评估，好再去做专门的训练。请问这门课会与关节中心化有关联吗？会有关联哦，这是我在好好线上课的问题。我这堂课里面会有蛮多用弹力带松动关节的动作，目的就是为了让关节回到正中心位上去拉筋，还有训练。我想看猫猫 QQ 频道的招牌猫猫嘞，那只猫现在非常讨厌出门，想要把它带到拍片现场，好像要它命一样。哪天等它想要出门的时候，大家就看得到它了。肱骨前移是否会连肩胛骨附近都不舒服呢？我的右手自然下垂的时候，手肘在肩膀的后面，做肩膀往后动作的时候，会感觉肌肉都很紧绷，还会有夹到神经刺痛的感觉。后收位置跟活动度和另一侧也有很大的差别。这个是在问第一句，肱骨前移是否会连肩胛骨附近都不舒服呢？其实肱骨前移的人有一个很容易受限的动作，就是手背在后侧啦。肱骨前移久的人，他的肩膀后侧的关节囊会有点挛缩，在手做后伸动作的时候，肱骨就会很容易被挤压到前侧，然后带动我们的肩胛骨外展。这个动作久了就会让肩胛骨周边的肌肉张力开始变化，尤其是膏肓那边的肌肉，还有提肩胛肌，长期一直被拉扯，就会有非常不舒服的感觉。请问我已经60岁了，还能矫正吗？矫正运动几岁开始都不嫌晚。想请问动态拉筋和维持动作在一个地方的效果有差吗？他是在问动态拉筋和静态拉筋的差别啦，这是有差的哦。动态拉筋就是一个暖身的运动，将肌肉热起来，把肌肉的张力提高，主要放在运动前面做。那静态拉筋呢，是属于放松类型的伸展运动，一天工作下来肌肉紧绷，或者是运动过后肌肉紧绷的时候使用。每个运动一组做完到下一个动作一组，然后整套流程跑3遍。还是一个动作3组做完，再到下一个动作3组，直到流程结束。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因为环状类型的训练也有很多人做。那我自己是偏好全部做完组数之后再做下一个训练。那为什么呢？因为我给的动作很多都是偏向动作控制的训练，还有诱发型的训练，它不算是很强的阻力训练或者是力竭类型的运动，所以我会偏好同一个动作先做完，让大脑和身体彻底熟悉这个动作之后再换动作。那如果组间之间会累的话，就休息再继续。我目前颈椎直，居然还有腰椎太直，当然有还有膝盖太直，胸椎太直也有。长时间高强度的健身会影响生长板吗？会，但是不做运动的话，对生长板更不好。运动过度也不好，不运动也不好，所以适度运动最好。请问日常这些动作会导致麻而非痛，这也是椎间盘突出吗？是比痛严重还是比痛好一些，或者是跟痛是一样的呢？感觉异常或者是疼痛有分很多种，像是刺痛酸痛、麻紧、顿顿的或感觉怪怪的，这些都可以简单的分辨压迫到软组织是什么，还有压迫的时间可能多久了。但这都只是一个初步的评估，不是一个绝对的解答。但如果你的感觉是麻的，一般来说可能就是压迫比较深了，或者是比较久了，状况会比刺痛还要严重一点，建议赶快去看医生。骨刺也是相同道理发生的吗？其实骨刺是一个身体的保护机制，就像是骨头给它足够的压力，
它会长得比较好。那骨刺的生长啊，就是一个这样的原理。举例来说，如果你的身体的重心常常压在3、4节的脊椎上面，那骨头啊，为了保护自己，那边的骨头就会增生变厚。这时候你去照 X-ray， 医生就会跟你说你3、4节长骨刺了。听起来好像很可怕，那其实是骨头增生的一个正常现象。但为什么会痛和麻？因为如果你的压力啊一直都只压在3、4节的骨头上面，那边的骨质增生的速度啊就会比其他的节数还要快。当骨头增生压迫到后面的神经，就会出现麻和刺痛。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物理治疗师的解决方法就是将你身体的压力透过运动还有体态的调整，好平均分散到其他的腰椎上面的节数，不要一直都只压在3、4节。那只要让整体腰椎的压力均匀的分散一点，骨刺就不会压迫到后面的神经，你就不会一直感到脚麻或痛。练这个可以改善肋骨外翻吗？这个是留言在呼吸训练里面。练呼吸可以改善肋骨外翻吗？只能说改善肋骨外翻需要先练呼吸，但只练呼吸是不能改善肋骨外翻的。你可以把呼吸训练当作是一个暖身操，你没有办法用暖身操来改善体态问题吧？但你可以把它作为你在训练前，好，对于中轴的一个暖身操。但如果你今天要矫正肋骨外翻，那就要做完呼吸训练之后，再去做肋骨外翻的矫正训练。好，刚刚那些问题就是我这样一路看下来比较多人在问的问题，希望这些回答能对你有帮助。那今天的问题就回答到这边，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喽，拜拜。